时是这边富甲一方的地主啊。那么由于条件所限呢，不允许咱拍照，那么我就跟大家啊，那么大体啊，然后讲解一下吧。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有些时候啊，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啊，放到这种古朴的这个石碾的上面，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啊。那么咱看一下这一个想必啊，我的很多老藏友就我的很多好友可能都知道这个题材这叫万花锦，一定是在盛世才能创造出这么很优美的瓷器，或者说富丽堂皇的瓷器来。学名叫万花锦乾隆盛世创烧，从乾隆以后才有，乾隆之前没有。还有一个俗名叫百花不落地或者百花不露地。你看吗？它通体全部就是以花卉各种花卉的纹饰盖住了就完全覆盖，凌而不乱非常的秀美，富丽堂皇但是呢却不艳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器型呢是一个赏评的一个器型，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什么呢？繁华盛世永不落幕之意你看上边有这种寓意特别好的花卉，你比如说牡丹代表这个富贵，然后荷花代表和和美美菊花代表长寿，能保存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咱看一下底下还有大清乾隆年制款修足非常的流畅有种泥鳅贝的感觉。不过这种呢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民窑里边的顶级精品，不过也有些许的遗憾有一个冲线口沿自然的脏旧包括内部可以看一下它内部这种脏旧一定是均匀的一般不成流淌状，好多做旧的就不会这样，一点点小毛病。那这个如果没有这点小毛病，这个价格非常不菲咱再说这一个这也是清代的一个卷糕非常非常的漂亮上边这个彩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吗？青花加粉彩你看上边还有堆塑的这种感觉，看吗？还有这种米粒的这种凸起非常的难能可贵有一些就是自然的历史的痕迹的脏旧可见这家人家也是非常仔细在那个年代一定也是个书香门户那么青花加粉彩呢，就需要2遍入窑了。第一遍先烧青花，第2遍再烧粉彩工艺就繁缛一些。上边是一个凤凰牡丹纹那么开窗里面呢还有刀马人大人物和那个凤穿牡丹，非常漂亮底下火石红非常非常的自然。咱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底非常非常的脏那这个由于保存环境所限，一般情况来说修足会有自然的磨损。其实这个底部如果一直放在那里，底部会非常干净，但是上面一定不会太干净，特别这个口沿大部分会有自然的磨损，这也是一个鉴别的要点。再一个，咱看这个釉上这种老化的自然的开片清晰可见所以这种都是一眼傻开门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你出来光阴贴然后能收到2件尤为难得不虚此行吧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耶。好吃着重推荐一下你这个煎饼果。谢谢。也好吃，我都看这个。是每回来我都吃。是吧？不知道我记住你。那酒店里有那个早餐我都不吃。是吧？谢谢。第一主要起不来床，赶不上。第二是真想吃你这个。是吧？对。你看这个薄脆这个果子、葱花、火腿、辣条，太好吃了。每回都吃。有朋友如果来这个德州大运河馆，一定尝尝这个大姐的。谢谢。好吃。大家整天说这种好的西瓜这个漂亮吗？发色还有盖儿，但是发现了吗？都有虫，这种都能到嘉庆但像这么大的很难以保存。你想找个全品牌又带盖儿，这就太难了。你看这个修足特别的厉害。不是不给大家找，有时候根本找不到很难找。这个多少钱，老板？8000。入场请引导长河马，出示行程码，感谢您的配合。大家好，入场请引导长河马，出示行程码，感谢您的配合。有些时候地摊的东西未必一定便宜，关键假货也不少，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眼力了。真是说千里挑一的去看。
这两个走了。不是一套，下边是老的油菜，你看上边不老，下边这个底沙壳门，这多少钱啊？1200，这口沿有点小贝壳。没有，这下边老，上边不老啊。上边你看上边不老。也不是一套啊。哎，就是后配的。这还行。这盘多少钱啊10件400。400啊？这里边就这一个好的，350吧。行吧，拿着，我得找个全号的，不好找。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花釉里红啊。这个釉里红烧制极难烧制，有的烧不出来，有的烧绿了，品质还不错，轻中期吧。以前一堆一堆的，这都是那是现在收都100-200块钱就能买的，钱给您放的啊。现在找个傻开门的东西挺难，你想哪有这么多老货呀？所以说咱们得靠自己的日常的积累和眼力啊，去买点东西。这鱼盘多少钱？老字儿。反正就小点，300块钱吧。350吧，基本也就这个价。那个完整的，我知道完整的350吧，300块钱吧。你这都收摊了呀？给你吧啊。等会儿啊。全部贯穿了。这一线，要不然这个买不到。厚了那充钱，快2瓣儿。你看嘛，这个是典型的乾隆的太阳花哈，其实就类似缠枝菊那个意思吧。它兼着点这个雍正线描的感觉啊，细沙底。现在你买一青三代的东西哈，动不动都是大几千过万哈。有些时候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细路的也十分值得收藏，因为现在根本都不多见了。就刚才我拍的喜字罐坏了这么细路的带盖要8000。其实古董有时候没有这么价。你看那个鱼盘子，我第一个买的时候400，第二个买的300，为什么？它俩还是有一定差距，或者说这个老板有时候收的时候就高一点，所以我们说你上下浮动个几百几千的东西，上下浮动1-2千，几万的东西上下浮动个说大几千过万，这都非常正常不是说有一个定价，这东西物价局有定价。你说咱们个人怎么定价？是大体的一个行情。这最低多少钱了？没必要那个。多少钱？800，不是现在买的，好多年前买的。现在我估计也买不着了，不好买。10多年前买的，这都10多年前买的。一块多高，板车的人还是比较少，可能有很多外地的都过不来。其实有些时候所谓的地摊捡漏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真是超出人们认知的，就说都感觉这个东西可能不值钱，或者到不了那个年份。这个能捡个大漏。那还有一些捡个小漏。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乾隆的这个缠枝菊的这个盘子，它要的真不贵包括这个鱼盘吧也还可以。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也能说捡到漏呢？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收了很多年放到家里今天拿出来你比如说这个鱼盘可能当时就250、270收的你来了都快撤摊了，能卖就卖了吧。然后还有乾隆的这个盘子你可能一般的话都得过千了吧。那小漏也是漏就是说你买到合适就是漏。古董行的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买到真品就是漏。那你像这些东西往后会越来越少，咱们以很低的价格就能买到清中晚期甚至清3代的青花盘，还有青花釉里红这么高级的东西。那你放到家里又压不了多少本，你关键过些年它还涨价呢。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咱再逛吧。
来的人少。